在《汉书》当中，有2个女人是给单独立传的，一个是吕雉，另一个便是王政君。她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后之一，历经了7位皇帝。在她的手中，彻底葬送了西汉王朝的江山，而篡夺江山的就是她的侄子王莽。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传奇太后王政君及王莽的成长史。公元前71年，王政君出生于魏郡的元城县，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大名县。长大后，将她许配给别人为妻，可还没等到过门，男方就去世了。之后，东平王准备纳她为小妾，可同样没等到过门，东平王也去世了。他的父亲王进找人去占卜，结果占卜的人说此女贵不可言。于是王进就让女儿学习各种才艺，在她18岁那年，将她送入宫中，成为了佳人子。所谓佳人子，是指在汉朝后宫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此时是汉宣帝刘病已在位，太子是刘氏。就在王政君被送入宫中的1年后，太子刘氏所宠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他告诉刘氏，他是被其他的姬妾们给诅咒死的。于是太子就迁怒于其他的姬妾，不肯与他们亲近。可此时刘氏还没有儿子，不与姬妾亲近，那么大汉的江山到时候传给谁呀？所以汉宣帝非常着急，让人从后宫挑选5名宫女送给太子，其中就有王政君。可刘氏对他们5个也提不起兴趣，但为了不违逆皇帝和皇后的旨意，就敷衍地说其中有1个还可以。刘氏说话的时候离王政君最近，大家就以为他中意的是王政君，于是便把王政君送入了太子的宫里。没想到多年没有子嗣的他，只1夜就让王政君给怀孕了。公元前51年，王政君生下了1个儿子，汉宣帝亲自给他取名为刘骜。3年后，汉宣帝刘病已驾崩，太子刘氏继位，即汉元帝。王政君也母凭子贵，被封为了皇后。汉元帝喜好儒术，于是他在位期间大量的启用儒生，使汉朝真正的走上了独尊儒术的道路。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平庸，导致皇权式微，外戚专权的状况愈演愈烈。公元前33年，42岁的汉元帝刘氏驾崩，被安葬于魏陵。魏陵位于今天咸阳市渭城区的周陵镇新庄村东南。之后，太子刘骜继位，即汉成帝，王政君也就成为了皇太后。刘骜即位后，有一次外出游玩，来到了杨阿公主的府上。杨阿公主让府中的妓女们演奏助兴，这时一名歌妓引起了刘骜的注意。他那勾人魂魄的眼神、婀娜曼妙的舞姿、清丽动人的歌喉，都深深地吸引着刘骜。这名歌妓便是赵飞燕。之后他便被带入宫中，深受刘骜的宠幸。赵飞燕原名遗主，关于她的出生地以及家世，史书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因为她的继父姓赵，所以她也跟着姓赵。由于她的舞蹈轻盈飘逸，人们就都称她为飞燕，于是她的名字就被改为了赵飞燕。后来听说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温柔妩媚，连赵飞燕都自愧不如，于是刘骜便下令招她入宫，姐妹俩都被封为了婕妤。公元前16年，刘骜将赵飞燕封为了皇后，赵合德被封为昭仪。可此时刘骜已经30多岁了，宠幸她们姐妹俩已经10多年了，她们俩却没能生下1个儿子。宫中有个叫曹伟能的女官，怀上了刘骜的孩子。临产时，赵合德让人拿着皇帝的诏书毒死了曹伟能，并取走了婴儿，最终婴儿下落不明。之前的皇后生下过1儿1女，但后来全都夭折了。之后班婕妤也生下过1个儿子，可几个月后也夭折了。于是没有子嗣的汉成帝无可奈何，只能去找一个宗亲子弟立为太子了。公元前8年，汉元帝刘氏的另外一个妃嫔傅太后用大量的金银珠宝贿赂赵飞燕姐妹俩，让他们说服刘骜立自己的孙子，并逃亡刘歆为太子。第2年，汉成帝刘骜就死在了赵合德的床上，终年46岁。他死后被葬于延陵。延陵位于咸阳市城北5公里，渭城区周陵乡的马家窑村。之后群臣们都声讨赵合德，赵合德畏罪自杀。公元前7年，19岁的太子刘歆继位，即汉哀帝。
他感念赵飞燕拥立自己有功，就尊赵飞燕为皇太后，王政君则为太皇太后。此时的王政君经历了丈夫刘氏、儿子刘骜，地位越来越高，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成熟，同时王氏家族也变得权倾朝野。王政君的兄长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王崇为安城侯，而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更是5人同日封侯。只有弟弟王曼还没有等到封侯就去世了。王曼有2儿1女，长子王勇也早早就去世了。于是唯一在世的儿子就只剩下了次子王莽。王政君那些被封侯的兄弟以及他们的子弟们，多数都成为了将军和列侯，生活奢靡，声色犬马。唯独王莽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还勤劳好学。他耐心地服侍着自己的母亲以及守寡的嫂子，抚育兄长留下的孩子，行为检点，作风严谨。对内他侍奉诸位叔伯，对外接纳贤士名流。因此王莽就成为了他们这个大家族中的另类，也是世人眼中的道德楷模，并且声名远播。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开始做官。他办事认真，对人恭敬，特别是对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更是极为恭顺。于是王凤在临死之前嘱咐王政君要好好的照顾王莽。同年王莽就被任命为黄门郎，后来又升为摄生校尉。之后他的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封地里让出一部分封给王莽。朝中的大臣们也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觉得王莽贤能，王政君更是因为怜悯自己的弟弟王曼，于是便追封王曼为新都侯，并让他的儿子王莽继承了爵位。从此王莽也就成为了列侯。可是王莽虽然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是能礼贤下士，清廉简朴，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来接济穷人。于是朝野上下都盛赞王莽，他的名声也逐渐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他举荐王莽代替他的大司马之位。于是38岁的王莽就成为了大司马，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执政后他依然克己不倦，皇帝给他的赏赐他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而过得更加节俭。他不仅能礼贤下士，对自己的姑姑王政君也是照顾有加。他知道王政君不喜欢常年待在深宫，就举办各种能让王政君外出的活动，就连王政君的侍女之子生病，王莽都能亲自前往服侍。可物极必衰，正在王莽春风得意的时候，却迎来了汉哀帝刘歆继位。刘歆不是王政君的亲孙子，所以他继位后就开始排挤和打压王室外戚的势力。他先是提高自己亲祖母以及母亲的地位，封祖母傅太后为恭皇太后，母亲丁姬为恭皇后，实意与王政君相等。随后有人弹劾王根，汉哀帝就借机将王根逐出京师，并将王室举荐的官吏也悉数罢免。接着王莽因为得罪了傅太后，也被迫辞去了大司马的职位，隐居于他的封地新都。新都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新野县。从此他闭门不出，安分谨慎地生活着。在此期间，由于他的二儿子王霍杀死了家奴，王莽就逼他的儿子自杀了。就这样，王室外戚的权势被彻底地压制住了，可政权却又落入了傅氏和丁氏外戚的手中。而且刘歆不仅没有治国之才，还宠信佞臣董贤。后宫佳丽3000，没有一个能让刘歆心动的，唯有美男子董贤让刘歆是欲罢不能。他赏赐给董贤的财物不计其数，仅1个月之内给他的赏赐就达1万万钱。后来还任命董贤为大司马，位列3公，百官只能通过董贤才能向汉哀帝奏事。到最后，刘歆竟然想过要把皇位也禅让给董贤。这时许多的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而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无奈，只能重新召王莽回京。可是回来后却不给他任何的官职，只让他去侍奉王太后。公元前1年，在位仅仅6年的汉哀帝刘歆驾崩，年仅25岁，死后被葬于夷陵。夷陵位于今天咸阳市城北6.5公里，渭城区周陵乡的南河村。那么汉哀帝驾崩后，西汉的下一个皇帝又会是谁呢？王莽的人生又会走向哪里？
我们下期接着讲述。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西汉王朝是如何走向灭亡的？作为王室外戚中起点最低的王莽，又是如何篡位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西汉灭亡及王莽建立新朝。公元前1年，在位仅仅6年的汉哀帝刘欣驾崩，得知消息的王政君迅速地赶来未央宫，他部署王氏家族的子弟们控制朝堂，然后就去找传国玉玺。汉哀帝临终前，将传国玉玺交给了他的男宠大司马董贤。于是王政君就派王弘去威胁董贤，让他交出了传国玉玺。随后王政君就把董贤召来，问他准备如何安排汉哀帝的丧事。董贤不知所措，只能脱下帽子谢罪。王政君便说，王莽之前以大司马的身份处理过先帝的丧事，不如就让王莽去帮你吧。董贤连忙叩头谢恩。之后王政君召来王莽，让他指使大臣弹劾董贤，罪名是汉哀帝卧床生病的时候，董贤没有精心的侍奉皇帝，导致皇帝驾崩。然后禁止董贤出入大司马的府门。第二天，王莽又以太皇太后的名义给董贤下诏，让他交出大司马的印绶，并要求他罢官回家。董贤接到诏书的当天，就和妻子双双自杀了。之后董贤的父亲和弟弟被迁到了合浦，也就是今天广西省的浦北县，母亲则被送回故乡巨鹿，也就是今天河北邢台市的平乡县西南。董贤的家产也全部变卖，共卖了43万钱。处理完董贤，接着就是汉哀帝刘欣的其他亲人。赵飞燕和傅皇后被贬为庶人，让他们去看守自己丈夫的陵园。两人接诏的当天就一同自杀了。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姬已经去世，王莽上书说，他们安葬的礼仪不合礼制，需要重新安葬。朝中的大臣们为了迎合王政君的心思，都交纳钱帛或者派遣家人，结果来了10余万人，耗时20多天，掘平了傅太后和丁姬的坟冢。随后傅氏和丁氏两家的外戚也迅速地被铲除。至此，王室外戚再次崛起，无人能敌。王政君下诏让大臣们推举大司马的人选，大臣们都明白意思，纷纷地举荐王莽。于是王莽便再次出任大司马之职。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要迎立新的皇帝了。王莽为了能控制朝政，肯定不能找年龄较大的君主，于是当年7月，他迎来了年仅9岁的中山王刘看，9月初1登基为帝，即汉平帝。汉平帝年幼，由太皇太后王政君垂帘听政，大司马王莽操持国政。之后大臣们给王政君上奏，表示王莽的功绩与霍光是一样的，享受的封赏也应该和霍光相等。王莽得知后坚决推辞，而大臣们还不断地向太后建议，王莽则再三推辞。几轮过去后，王莽勉强地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封给他的28000户食邑，他是坚决不肯接受。大臣们对得起王莽，王莽也要对得起大臣们。他向王政君建议，加大对诸侯王、功臣后裔以及在职官员们的封赏，并增加宗庙的礼乐，提高百姓和鳏寡老人的待遇，推行对平民和士大夫的恩惠政策。此举再次博得了朝野上下的好感。他还建议让太后带头过简朴的生活，自己贡献100万钱，30顷田，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且遭受蝗灾，受灾最严重的是青州，百姓四处流亡。在王莽的带头下，230多名官员和富商献出了自己的土地和住宅救济灾民，并在长安城为灾民建了1000套住宅。灾情过后，就有大臣上书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公元3年，王莽决定将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可汉平帝大婚，王莽却禁止他的母亲卫姬前来长安，卫姬思念儿子，日夜哭泣。王莽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入朝，对他的擅权造成障碍。于是他勒令汉平帝的母亲卫姬、舅舅卫宝和卫玄只能留在中山国，不准进京。王莽的长子王宇担心等汉平帝长大后会怨恨报复，极力地反对此事，但王莽不听。于是王宇就与自己的老师吴章以及妻子的哥哥吕宽商议后，决定用迷信的方法让王莽改变主意。
到了夜里，宇宽拿着血酒，准备洒在王莽住宅的大门上，想以此为意象劝说王莽。结果宇宽在洒血酒的时候被当场抓获，他们的密谋也就败露了。王莽得知后大怒，下令将自己的儿子王宇投入监狱，然后毒死。儿媳妇因为怀有身孕，王莽等他生下小孩后再将其杀害。这是王莽大义灭亲所除掉的第二个亲生儿子。然后他借此机会清除异己，包括魏氏外戚、汉元帝刘氏的妹妹敬武公主、汉文帝刘恒的九世孙刘立、王莽的堂兄王仁等数百人被杀。王莽还借此美化自己，以训诫子孙为名，作书8篇。接着就有人上奏，要求把王莽的这8篇文章分发到各地，让官吏和百姓们学习，并把他的8书列为和《孝经》一样的经典。同时还规定，各级官吏凡是能够背诵他写的8书，都可以优先升官。公元4年，王莽的长女王晏正式被册封为皇后。2年后，汉平帝在未央宫驾崩，年仅15岁，之后被葬于康陵。康陵位于今天咸阳市城北7.5公里，渭城区周陵乡的大寨村。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汉平帝是被王莽给毒死的。之后，王莽就要重新在宗族子弟里再选一个人来做皇帝，他当然不愿意迎立年长的君主，最后挑选的是年仅2岁的刘英。而且他并没有立刘英为皇帝，而是将他立为了皇太子。不多时，有人上报说，在武功县的井里挖出了一块白石，上面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让大臣去禀告王政君，王政君明白了王莽的意思，只能无奈地答应，让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至此，他不是皇帝，但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刘氏宗族的强烈不满。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安众侯刘崇，他和封国宰相张绍密谋后，决定起兵造反。他们只带了100多人去攻打宛县，结果没过多久就以失败告终了。随后，东郡太守翟义拥立了刘病已的曾孙刘信为皇帝，起兵反抗王莽。起兵之前，他还联络了其他的刘姓宗族共举义旗，包括都尉刘宇、武平侯刘晃以及东平王刘匡等人。9月，翟义自称汉朝的大司马，正式起兵。当大军抵达山阳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金乡县附近的时候，反叛大军已有10余万人了。王莽惊慌失措，连忙召集群臣商议。他任命了7位将领率军去平叛翟义，同时又任命了3位将领，分别去镇守函谷关、武关和宛县。只要能守住这3个地方，叛军就无法进入关中，长安城就是安全的。然而，大军出发不久，关中也发生了叛乱。赵鹏和霍弘率领的反叛军迅速地拿下了长安城附近的23个县，正向长安城攻来。焦头烂额的王莽只能派魏魏和大鸿胪率兵出城去迎击赵鹏的叛军，同时让骑都尉驻防长安城的北门，城门校尉驻守长安城的南门。王莽则抱着3岁的皇太子刘英，率领百官，每天都跑到皇家的祖庙去祈祷。然而很快，前方就传来战报，汉朝大军行进到陈留郡的时候，与翟义率领的反叛军遭遇，并一举击败了对方。翟义被捕后被五马分尸，刘信则逃亡而去，不知踪迹。随后，汉朝大军调转方向，向关中的赵鹏和霍弘的反叛军杀来，这支反叛军也迅速地瓦解了。就这样，短短的2个月，汉军就消灭了各地的反叛，各郡县又恢复了平静。如此顺利的平叛，让王莽自信了起来，更加坚定了他的篡汉之心。公元8年的11月25日，王莽来到汉高祖刘邦的庙前祭祀，然后举行了皇帝的加冕礼。12月1日，王莽正式接受了刘英的禅让，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长安，新朝建立。这一年，王莽54岁。随后，他就派王顺去向王政君索要传国玉玺。王政君怒骂道：“你们承蒙汉家之力，才能世代享受富贵，现在却要在托孤之时夺取江山，真是猪狗不如啊！既然你们认为是得了天命，成为了新皇帝，那就自己重新再做个玉玺，何必还要这亡国的玉玺呢？”说罢，痛哭流涕。王顺虽然也感到悲哀，
但过了一阵，他还是诚恳地说道：“王莽肯定是要拿到传国玉玺的，太皇太后，你还能到死都不拿出来吗？”王政君知道王莽是在威胁他，可也没有办法，只能将传国玉玺取出，恶狠狠地扔在了地面上。从此，传国玉玺的翅就碎了一角。王顺赶紧去捡起，准备送给王莽。这时，王政君又说：“我已经老了，活不了多久了。可王氏家族有你们这样的兄弟，恐怕离灭族也不远了。”至此，西汉王朝正式灭亡。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开始，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大帝、昭宣之治，自从汉元帝刘氏即位后，皇权开始旁落，外戚专权则愈演愈烈，西汉王朝便逐渐走向了衰亡。西汉王朝一共传了12位皇帝，历时210年，最终走到了尽头。而中国历史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新朝。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